婆婆过年催生，要我为她家生9胎，寓意吉祥。我不同意，告知他们这是封建迷信。她却用走亲戚骗我，让黑衣人把我送进了黑道园区。不肯生，那就把你卖了回血彩礼。黑衣人步步紧逼，我闻着黑衣人身上的味道，只觉得熟悉。这是我娘家独特秘制，为了掩盖家族狐臭味的麝香。好不容易成了普通人，现在又要绑我进去当黑道千金吗？亲爱的朋友，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，偶然翻开一本旧书，指尖触到泛黄的纸页，突然就想起某个午后，阳光透过窗棂洒在书籍上，连灰尘都在光束里慢慢飘。那时的时光好像特别慢，慢到能把书中的每一句话都嚼出味道。欢迎来到时光书房，喜欢我的朋友欢迎点击订阅分享。那我们故事开始。妈，你这是要干什么？你要把我卖给他们吗？我对上婆婆凶狠的目光，刚想抓住她，却扑了个空摔在了地上。一群黑衣人用铁链将我手铐住，勒出血红的印子。妈，我是您老李家的媳妇，你这样对得起我吗？婆婆面容阴狠，居高临下地看着我。知霞，让你生，你不生，那我们老李家娶你进门有啥用？把你卖了还能回血。过年期间婆婆催生，还非要我生9子。我因逃难时身体受损，1胎都难，9胎更是要我命。告知婆婆这是封建迷信后，她表面通情达理，毫不在意，却趁着大年初1谎称去走亲戚，把我亲手送进了去东南亚的车。当初我逃难时，嫁入他们家是1分钱没收，给我一口饭吃就好。本想着今年联系我爹，让他寄100万来买房，现在婆婆却想把我卖掉，心里不自觉地抽痛起来。婆婆弯腰掐着我的脖子，凶狠道：事已至此，你就留在这，好好为他们生儿育女吧，下辈子咱们再做婆媳。她说完，把我头重重地甩向墙内，站起身来，把身份证递给黑衣人后，接过一个大大的红包就离开了。我无助地伸手，颤声道：妈，你不能走，你不是想要钱吗？我有字还没说出来，就被身边的黑衣人一巴掌打断了。顿时我得脸上红肿，溢出乌青的血来。为首的男人抓起我的头发，逼着我与他对视。小妞，还妈妈妈呢？人家现在都把你卖了，我们出的钱，你应该喊我们叫爹。等爹把你带回园区，你就好好为爹生几个大胖小子吧。其他黑衣人也起哄。田浩哥，我也要大胖小子。田浩哥，我也要。田浩得意地点了点头，都是兄弟，回去让这破娘们一个一个给你们生。我瞬间拧紧眉心，雨涵愤恨，你们这是买卖妇女，要坐牢的，快放我走。他们像是听到什么笑话，走向我，解开下半身裤子，对着我脸撒尿。哥几个混江湖的，谁能管得了我们？等下带着你去园区，你亲爹都找不到你，还坐牢？先让你享受一下哥几个的尿液，标记一下记号。紧接着拿起旁边的铁链，重重地甩到我的背部，再解开裤子，将尿液淋到我背部。我咬着牙，带着泪花，抽动反抗道：你们不是人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们。田浩拿起旁边板凳砸在我头上，再用钉鞋狠狠地踹我的肚子。你做鬼不会放过我们，那你现在做人的时候，我们也不会放过你。说着就拿铁棍一下一下敲击我的腿部，腿部的骨裂声和棍棒声重合，只觉得全身犹如裂开一般，疼痛难忍。直到他们打累的把我关在屋里，才一一散了。这样下去我迟早会撑不住，必须想办法离开。傍晚，那群人又来了，这次带着不是铁棍，而是情趣小玩具。我心里涌起一种不好的预感，不自觉向后退，不要。
两个黑衣人瞬间将我手脚制服住，完全没有反抗之力。我颤声求饶：田浩，你们要钱吗？我可以让我爸给你们很多很多钱，只要你们放过我。他没有理我，一件一件地脱着上衣，嘴角露出邪恶：钱，我也要，我也要好好享用。说着，就把脱下的衣服扔在我脸上。我挣扎间突然味到一股熟悉的味道，这不是我娘家秘制独特香料的味道吗？只有家族的手下才能得到首领爸爸的秘制香料。当年我爷爷带着手下在东南亚一块扎根，那里盛产油果，长期以往身上都有狐臭味。于是首领爸爸让弟弟制作出家族的独特香料，只有家族手下的人才能享用。我因家族势力太强大和受不了油果产生的狐臭味，便偷偷一个人逃了出来。全家当时花100万只未了把我找回，没想到现在又在这里闻到了娘家的味道。就在田浩准备脱掉我最后一层衣服时，我忍着痛试探地开口：你们是顾家营的人吗？田浩手上的动作一怔，随后站起身来：哟，你还认识我们？看来哥的名气很大啊，他们竟然真是爸爸的人。我像抓住了救命稻草，眼睛亮了亮：我是顾香香啊，顾家出逃的千金啊，你们忘了吗？爸妈以前从不让我接触手下的人，现在我只祈求他们能在我脸上找到和爸爸相似的影子，放过我。话一出，在场的人都吓得后退的2步。田浩起身去别处翻找些什么，突然拿出了一张身份证。叶之霞，你当老子不认识字吗？还想骗我？我正拖着仆服向前，急声道：这是我婆婆给我注册的身份证，名字都是他们当年给我取的。我不叫叶之霞，我叫顾香香啊。我用尽全身力气喊出最后一句话，却被一巴掌给打散。死女的，还想骗我？肯定是看到我们首领发布寻千金的公告，来唬我们的。就你常这样，还想碰瓷我们千金？黑衣人像是被激怒了一样，抓起旁边的死老鼠就往我嘴里塞。我只觉得胸口泛恶心，舌头上沾满了老鼠的味道，张不了口。我摇头道，用力吐出死老鼠的尸体，眼泪哗啦啦地掉下来。不信的话，你们可以去问你们首领，他是我爸。还想骗人，还想骗人，看来是教训不够。田浩伸手示意后面的人拿出电棒，一下一下打在我的伤口上，浓烈的血腥味布满整个柴房。我身心控制不住的颤抖，只觉得还差最后一口气就要葬送在这里了。突然，外面传来催促的声音：首领今晚要点人数，去往下一个地方寻千金，你们搞快点，不然等下首领生气有你们颜色。田浩隔着门框立马点头哈腰：好的哥，马上来。这是我爸爸助理的声音，他肯定能认出来我。我趁他们不注意，猛地冲上前：我是顾……无，却被他们一把扯住了头发，抓回去捂了嘴。什么声音？田浩掩饰道：没，就是刚买的狗，还没放血。外面人走后，田浩回头面目狠色，指着我警告道：你要是敢被发现了，有你好看。旁边人切声提醒：田浩，首领早已从良，万一被他发现我们买卖妇女，我们就完了。他低头思考着，眼色一亮：把他放猪圈吧，那你就算他叫破了天，也不会有人知道，等我们回来再享用。说完，他脸上露出一抹阴狠。我知道，如果再不找到我爸，我这条命真有可能断送在这里。2个黑衣服提着我的胳膊，我因腿太软只能跪地。在他开门的一瞬间，我在另一边看到了一个背影，我一眼就认出来，那是我爸。小时候我曾说喜欢扎辫子，爸爸为了学会扎辫子，
自己留了长发，直到现在也留着一根长辫子，辫子黑发夹杂着白发，背影看起来很沧桑。我爸这些年为了找我肯定很辛苦。想到这里，我不自觉地流下了眼泪，不知道哪来的力气，一口咬住捂我嘴的手，血腥味弥漫在口中。他收起了手，闷声啊，你，然后再抬起胳膊直击另一个人的鼻腔，像是蓄满了力量。我强撑骨裂的双腿，伸手冲向前去。爸，救！爸爸刚要回头，下一秒，我却被田浩用铁链拖拽回屋。什么声音？黑衣人点头吆喝首领。是耗子。外面传来爸爸冷冷的声音，那就杀了。我女儿最讨厌耗子。听到这里，我不知道是感动还是哭。爸爸，你记得我最讨厌耗子。如果你发现是我，会怎么样呢？想到这里，眼泪止不住的溢出。回到屋里，田浩一巴掌抽在我脸上。你还不老实，是不是想故意把我们首领吸引过来？必须收拾你。田浩，这娘们不是很会说吗？我们把她嘴关严了。他们说着，就准备去找工具。我趁他们找工具时间，拿起旁边斧头就准备冲上去。举起的一瞬间，铰链的电让我身体软了下来。他们居然对我用电铰链。田浩回头看到这一幕，怒火似乎马上要喷涌而出，一脚把我踹回了原地，吐了几口痰，上前摁住我的头抵在墙边，用手中的胶水粗鲁地呼在我的嘴上。让你不老实，让你说，那我就要你一辈子开不了口。我拼命地摇头抵抗，可是根本抵不过面前的三五大汉。几瓶胶水用完了，我的上下嘴唇已经不能张合，只能无力地闷哼反抗。田浩看我不能说话，脸色多了几分得意。小妮子，你不是很能说吗？不是很能咬吗？你说啊，你咬呀。今天落在我手里，你真是倒八辈子霉了。田浩还想再抽我巴掌，刚抬起手，电话响了。婆婆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出。田浩，我那儿媳应该已经被玩弄得差不多了吧？你们一定要藏好她，如果被发现了，我们都完蛋。田浩毫不在意地嗤笑道，发现个屁，就算发现了，我就说是我娘们。他嘴已经被我呼住了。田浩拿着电话，对我做出狰狞的表情，他还说自己是我们首领千金，简直是天方夜谭。婆婆的嘲笑声透过电话，笑死了，就他还千金？你们是没看到当年他逃难到我家来要一口饭的衰样。田浩，你们就放心玩吧，他无父无母，谁也救不了他。挂完电话，田浩放心地点了点头。我观察室内，寻找时机，突然发现3米处有摞起来的旧物，旧物只要掉下来就发出巨大的响声，引起爸爸的注意。我一点一点向旧物挪动，只差最后1米时，我用头拼尽全力去撞旧物最底层。终于，旧物全部倾倒下来，顿时将我压住，地面发出剧烈的响声。我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，只觉得天昏地暗。长时间的抗争和煎熬，身体早就损伤，只感觉下一秒要晕过去。我用意志强撑着自己不能晕，不然再也见不到爸爸了。突然门开了，我听见一群人涌了进来。谁在里面？刚刚我听到重物的撞击声，你们是不是藏人了？这是爸爸的声音，可是我现在被旧物压在底下，看不到任何人，没有力气发不出声音。首领，没石魔，我媳妇来了。我俩干那是时不小心。我透过空隙看到爸爸的脸，他有些不相信地越过田浩，一步一步上前。就在离我只有最后一步时，田浩叫住了他，首领，我媳妇没穿，没穿衣服。爸爸愣住了脚步，盯着旧物3秒后，转过身去，下次不许带媳妇过来。
收拾收拾，准备出发。田浩点头哈腰是首领。爸爸说完这句话后，便准备走出门外。不行，如果爸爸这次走了，我再也没有机会逃出去。我用最后的力气抬起来，向地板磕下去，发出了闷哼的响声。爸爸脚步停住，我趁这个时间，用鼻子哼出了一首歌谣：世上只有爸爸好，有爸的孩子像块宝，投进爸爸的怀抱里。歌声断断续续，但能听出音调。这首歌是爸爸从出生开始教我唱，从蹒跚学步到长大成人，只要我唱起这首歌，所有的事情爸爸都会无条件答应我。这是我们父女俩约定好的曲子。爸爸猛地转过身来，不可置信地盯着我这边，声音哽咽着：这个歌声怎么那么熟悉？是香香。在场的一群人突然怔住，回头看我。爸爸快步冲上前来：人，快，把压住的东西抬起来。他的手下2、3个人就将旧物移出。我的眼中透出了一丝亮光，看到爸爸的脸，顿时委屈地哭了出来。可是胶水糊住了我的嘴巴，这场哭就像天空默默下了一场闷雨。爸爸看到我的那一刻，瞬间红了眼眶，把我抱进怀里。香香，真的是你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说完这句话，身后的田浩踉跄地后退了几步，脸上浮起不可置信的表情。他竟然真是千金。爸爸捧起我的脸，看到我满身伤痕，嘴巴糊满了胶水，眼底涌出一股狠涩与温柔夹杂着，柔声道：香香，告诉爸爸，是他们把你弄成这样吗？我无力地点了点头。下一秒，他回头阴沉沉地看向田浩等人，冷声开口：把他们所有人给我绑起来。田浩吓得想逃，却腿发软尿了几滴出来。首领，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千金，我们真不知道。首领，我们是被人骗了。他说这是卖给我的。爸爸脸色更沉了些。这么多年，我说过无数遍，不准任何人买卖妇女儿童，把田浩等人带进 X 市。X 市是我家族最狠的刑罚地方，里面暗无天日，连呼吸都是一种痛苦。田浩他们要惨了。爸爸随后转头温柔地看向我：香香，爸爸现在送你去医院。说完横抱起我跑向迈巴赫。一路上我盯着爸爸的脸出了神，明明离开时他的脸上还有属于中年的义气，如今再看是满目苍凉。到了医院后，医生把我带进手术室，麻药的眩晕不知让我昏迷了多久。在醒来时已经在病房，旁边围着爸爸妈妈弟弟。妈妈看到我醒来的一瞬间，眼泪止不住地掉下来，抓着我的手心：香儿啊，你受苦了，呜呜，这些年你受苦了。随后一脚踹向爸爸的怀里：你个老头子，你知不知道你培养的自己人差点害了咱女儿？爸爸愧疚地低下了眼。我当时为了在全国找香香，只想快速把规模壮大，招了不少人，没想到这些人干这种买卖。下一秒，爸爸打了一个手势，外面的人绑着田浩进来了。他看起来是受了很多罚，裤子和头上已经斑斑血迹，人也吊着一口气，旁边人还拿着不少刑具。只见爸爸一声令下，那些人把田浩的手摁在桌上，用牙签挑开指尖缝啊！首领，千金饶命啊！然后再把他的血手跑进酒精桶，又一次拿出来，反反复复折磨了几十次。田浩已经喊不出话了。紧接着他们拿起针线，摁住田浩的头，一针一针下在田浩脸上，眼睛被缝起来了。爸爸蒙上我的眼睛，温声道：香香，他的嘴巴暂时还有用，我一定要找出害你的人。我因长时间没有说话，喉咙只能吞吞吐吐几个字：婆。他。爸爸立马懂了我的意思，站起身来，
怒声田浩，你现在打电话给卖我女儿的人，就说首领很满意，要追加100万。田浩身体已经痛得不能动了，发颤地从兜里掏出一个手机拨打婆婆的电话。电话接通后，婆婆的声音从里面传出，田浩，那小妮子被你们玩死摸，必须把她给我狠狠地折磨。听到这里，爸爸妈妈手不自觉攥紧，好像下一秒就要把电话里的人掐死。田浩用尽最后一口力气，主人很高兴，要再追加100万。哪里见面？婆婆顿时响起了无知的笑声，啊哈哈哈哈，我家终于要有钱了，到时候娶100个媳妇都不是问题，给我生80个孙子，就在我家见面吧，我要摆宴请亲戚。意义社区66号楼208。说完这句话，爸爸挂断掉了电话。田浩再也撑不住了，晕了过去。我带着颤音面向爸妈，一字一顿道，爸妈，这是我种下的果，我一定要好好惩罚恶婆婆，这一切都怪我当初太稚嫩，才会落在那种人手里，我所经受的一切都要加倍从婆婆身上讨回来。她不是要摆宴吗？那我就让她叶家所有亲戚都看看，一个表面慈善，实际上内里丑恶的女人。我跟爸妈告知，3天后我会带他们一起去一趟恶婆婆的家里，撕破她的嘴脸。在家的这几天，我才感受到了真正的亲情。小时候总觉得爸妈太忙，身上有狐臭味，没有人敢理我，于是自己独自想去外面的世界看看。没想到这一去就是这么多年。爸妈告诉我，他们为了找我，停掉了手中所有的产业，只为了扩大规模，在全球寻我。没想到竟然不小心招了田浩这些毒瘤。大年初5，是田浩和婆婆约定好给他100万的日子。我让爸妈先坐在迈巴赫上等我，我一人先去会会婆婆。妈妈攥紧我的手，担忧地说，香香，你想做什么就去做，爸妈给你兜底哈。好孩子。听着爸妈的话，我抿抿唇安慰他们，爸妈，你们放心，我不会以暴制暴。他不是喜欢钱吗？喜欢面子吗？我就让他永远失去这些。到了婆家，门口一片红毯，上面撒着烟花，看来是刚庆祝完。我一步一步挪向屋内，门虚掩着，里面宾朋满座。婆婆真是下了血本，里面传来她得意的声音，大家可怜可怜我这个老太太，我媳妇大年初1看上别家人跟人跑了，以后还望大家给我儿子多介绍介绍女娃。彩礼吗？钱吗？不是问题，我刚中彩票100万，他竟然把卖我得到的钱说得这么冠冕堂皇，背后造谣我跟人跑了。老公揪过婆婆袖子，轻声道，妈，你说什么呢？现在还没确定知霞是不是真的失踪了，这样不太好吧？他们俩真是会一唱一和。老公表面上担心我，可我消失的这几天，他既没有报警，也没有来找过我。这母子俩可真会作秀。我推开门，径直走进去，婆婆背对着我，还没意识到我已经回来了，脸上的笑容更深了些，开口道，你们看，我的100万彩票有人给我送来了。我就说我莫说谎吧。婆婆高兴地回头，看到我的那一瞬间，笑容僵在了脸上，取而代之的是震惊。知霞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我双手环胸，歪头看向婆婆，勾起一边嘴角，问道，妈，你不希望我回来吗？宾客开始躁动，怎么回事呀？他刚刚不是说他儿媳妇跟人跑了吗？怎么现在回来了？不会是故意丢下他儿媳妇吧？听说他前段时间还催生呢。我寻思着，儿媳妇刚走就给自己儿子找下家的，也不是什么好人。婆婆听到这些话后，眼神透出一丝慌乱，随即开始表演了起来，眼角挤出几滴眼泪。知霞啊，
你终于回来了，妈不该催生啊，不然你也不会跟别人跑了。现在我站在他面前，还敢这样造谣我，他拿准了我没有证据。程俊生冲上前来，面带愧疚：霞，你回来了，妈说你不要我了，我还以为真的。程俊生是妥妥的妈宝男，无论婆婆说什么他也跟着迎合，说不定这次把我绑去东南亚都是有预谋的。还好是见到了我爸妈，如果被绑去别的地方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妈，你忘了吗？大年初一你不是跟我说走亲戚吗？为什么他们会把我带进黑屋子呀？众人脸上浮起震惊，合住他真想把他儿媳妇骗去卖了呀？要我说，这婆婆平常真会装，还好莫把自家闺女嫁过去。婆婆装作不知道，继续流着泪表演：知霞啊，都怪我，当时一心只想给你挑一身新衣裳，一回头你就不见了，我还以为你跑了呢。现在回来了，就一家人好好过日子吧。她说这句话时，眼底闪过一丝阴戾，如果不是在场这么多人，她早就要把我活剥。我拿出伪造的收据单，一把鼻涕一把泪：妈，我也想回来，但是对方把我卖给了一户屠夫，今天他们允许我一天来找你们要赎金，只要50万就可以把我赎回，不然我又会被抓回去的。婆婆听到50万的时候，脸上再也绷不住了，连连后退了几步。我上前抓住她的手，连声哀求：妈，刚刚在门外听说您中了彩票100万，拿出50万赎回我好不好？妈，你不会想见死不救吧？宾客纷纷起哄：是呀，他刚刚不是说中了彩票100万吗？不会连50万都舍不得拿出来赎回自己儿媳妇吧？如果不想赎回，不是证实了他是把自己儿媳妇卖了吗？婆婆听到闲言碎语，刚刚的气势了然全无，言辞笃定道：不是我卖的，我赎，还不行吗？我这个婆婆平生最爱的就是面子和钱，这下我把她面子撕碎，钱我也要拿回来。婆婆慌忙地从兜里掏出手机，点开微信，抑制不住的颤抖，扫一扫我纸上的2维码。输入数字时，婆婆犹豫了半天。我添油加醋道：妈，你忍心看着你媳妇被拐走吗？这么多亲戚看着呢，我可是咱叶家的媳妇。婆婆咬着牙，闭眼，用力戳动手机。叮咚，50万已付款。宾客这才满意的点了点头，真是好婆婆，为了儿媳这么多钱也能出，光拿走她的钱还不够，接下来我还要撕碎她的嘴脸。宾客看到莫细看时，准备零零碎碎离开。我站在台上，喊住大家：大家请稍等，我想放给大家听一下故事，留在这里听完的，可以得到5000块钱奖金。话刚出口，人群停住了脚步，纷纷回到位置上。婆婆咬牙切齿地看着我，刚才的柔顺早已消失不见。知霞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刚刚难道在骗我吗？亏我这么相信你，还给50万把你赎回，没良心的东西。我嘴上勾起一抹讽笑，拿出一份视频，这还是我爸妈特意托了很多关系才调取到婆婆谋害我的证据。我把视频放在投影仪上，第一幕就是婆婆和田浩交易的画面。婆婆看到后脸色沉了沉，语无伦次：你这么会有这个视频？说着就想来抢我手上的硬碟。我高高举起，任由婆婆蹦跳都抓不住我的手。视频还在播放，宾客看到后不自觉地张开嘴巴。我的天哪，没想到这老叶家竟然有这么狠毒的人，竟然想把自己亲媳妇给卖了。他从来没在我们面前表现过，快拿手机拍照，明天一定会上热搜。婆婆看到大家的指着，渐渐变得惊恐。不是的，我没有，大家不要相信这个女人的话，
如果我真把他给卖了，他又怎么会逃回来？事到如今，他的嘴巴还是这模硬。我对着门口喊了一句：爸妈，你们进来吧。爸爸妈妈听到声音后，挽着手走进来。众人看到后纷纷惊讶，这不是黑道里面的顾家夫妇吗？听说这2年做了不少大好事，以前都是黑白通吃，原来她婆婆把她卖错了人，竟卖到自己亲爸妈手上。我是说这几年一直没见过叶之霞爸妈。婆婆忍不住后退了2步，抬起手指着我又指向爸妈。你是顾？我接上话，对，我是顾家千金，顾香香。听到我的肯定回答后，婆婆腿发软地跪在了地上。程俊生担忧地去扶起婆婆，面向我斥责道：之霞，就算咱妈做错了，但你不也是好好站在这里吗？况且你还找到了自己的亲爸妈，好一句我好好站在这里，他知不知道我差点死在那里？我在众人面前揭起伤疤，腿上和肚子上是缝合无数的针眼。我指着伤口，苦笑道：大家看到这些伤，还觉得我能原谅这对母子吗？就因为我不肯生9胞胎，我的亲婆婆就在大年初1把我卖给人贩子，险些丧命。我的老公纵容我婆婆害我，因为他们从始至终都是一丘之貉。如果我原谅他们了，那以后妇女的利益还由谁来保证？这一番话激起了众人的愤怒之情，报警，抓起来。程俊生瞬间哑口无言，垂下头。婆婆发现势头不对，跪在地上，双手并拢向我磕头。不，香香，我错了，是我起了坏心，不要报警，放过我好不好？之霞，看在我们婆媳一场的份上，放过我吧，我一把年纪了，再也活不过几年了。说着，他连连对着自己脸扇巴掌，巴掌声响彻在大厅内。他说这话简单，可是当初他把我卖掉时被人鞭打时，有没有想过我是他的亲儿媳呢？我哼笑了一声，低头看着他，一字一顿道：不可能。他不是认错了，而是害怕了。听到我如此绝情的话，婆婆心中涌起一股恶念，突然冲到演讲台下面，抓起旁边的凳子，奔过来往我头上砸。你去死吧！就在凳子落在我头上的最后10公分，举起手不许动，不然开抢了。远景叔叔来了。婆婆手瞬间软了下来，看到这景象动都不敢动。我趁着这个时机，用力将她踹出去，再把她双手制服住，指着他：远景叔叔，就是他，为了钱想把我卖了。刚刚你们也看到了，他想害我。远景上前来，在众人面前给婆婆戴上了银手铐。婆婆连连摆头，脸色难看。不，我不能坐牢，我不能坐牢。远景抓住婆婆的双手，她却不停地挣扎。程俊生看见婆婆被带走，连忙上前，想去抓住婆婆的手，连连呼喊：妈，你不能走。我看着他，嗤笑道：你以为你逃得掉吗？你眼睁睁地看着你妈把我卖了，却什么都不做，这难道不是一种无声的杀人吗？当时你躲在后面看见了，却任由我被你妈卖。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。程俊生流下了悔恨的泪水，跪在地上垂着头。之霞，我错了。婆婆被抓进了看守所，我把证据提供上去，她就顺利领牢犯了。程俊生因为知道他妈这样做，却不阻止，也构成共同犯罪。3天后，法院开庭，婆婆领了30年的牢饭，出来的时候估计只剩骨灰了。程俊生领了5年牢饭，工作也丢了，他家的家族谱上也除名了。婆婆进监狱前，我去看过她，我带着1碗腌杂饭给过监狱员警，让她递给婆婆。
她看到肉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，根本没有发现那是什么。此刻看到婆婆，比起以往的嚣张，脸色更多是苍白。她吃完才抬起头注意到我，疑问道：“你来干什么？是不是来看我笑话？”我没有回答她的话，反问她：“如果你知道我会活着回来，会当时就把我害死吗？”她没说话，只是默默攥紧了手掌，相当于默认了。我指了指她胸前的饭：“你还记得这是什么饭吗？”她摇了摇头，不记得。我笑了笑，咬着牙轻声告诉她：“这是猪圈里面的腌杂饭。当初我逃难进你家时，你就从猪圈给我捞出了这一碗饭，当时还告诉我是你们家最好的饭。我因太饥饿了，尝不出味道，还感动得流眼泪。这么多年，我因为那一碗饭在你家当牛做马，现在这碗饭是我刚从猪圈捞出来新鲜的，好吃吗？”婆婆听到这里，脸色发红，不自觉地干呕了起来。你，我站起身来，没有理会她后面的话，转身离开。身后还传来婆婆痛苦的呻吟声：“我后悔了，我后悔了。”一声一声环绕在大牢内。田浩等人和婆婆都已经锒铛入狱。那天的宾客把视频传到网上，网友纷纷为我打抱不平。有些专门做了视频把这件事还原，有些记者报道在新闻里。而我爸爸因为这些年寻找我时，还救了不少拐卖的儿童，被评为园区最佳好人。爸爸拿着奖杯咧着大牙，拍了拍我的肩膀：“我的女儿，就是棒。”这下爸爸有福了。我回抱住爸爸妈妈，愧疚地埋在他们身上：“爸爸妈妈，对不起，是我之前不懂事，让你们这些年找我找得好苦。”妈妈安慰我道：“没事了，一家人在一起就好了。”我突然想起一件事：“爸妈，我们移民吧。为什么？我们祖祖辈辈扎根在这里。”我指了指窗外1米高的油果：“因为这个好丑呀，哈哈哈。”爸爸妈妈大笑了起来：“听你的，听你的，乖乖。”5年后，程俊生出来了。彼时我正搂着我的现男友在街上逛街，突然感觉身后有一个人快速地从我们身边挪动。一瞬间，男友的钱包不见了。男友惊慌失措：“香香，我的钱包被刚刚那个人偷了。”我因这些年跟我爸爸一起学了一些防身术，3两下追上前面的蒙面人，把他制服在地上，厉声呵斥：“快，把钱包拿出来！”光天化日之下竟然敢偷钱包。那人连连求饶：“啊，我错了，放手。”这个声音怎么那么熟悉？我用力扯开蒙面人的头套，竟然是程俊生。他看到我的时候微微一愣，有些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。知霞，程俊生刚出狱就做这个买卖。程俊生垂头：“对不起，现在大家都知道我入狱不敢招我，我打断了他的话：“因为这一切都是你们活该，贪心不足，即使有了9胞胎在你家也是受罪。”我把程俊生送往了警局。临走时，他瞥了一眼我牵着男友的手，眼神暗暗的。3年后，再次听到程俊生的消息，他已经死了，不是被打死的，是被活活饿死的。妈宝男离开了妈妈，便再也无生存之力。我把婆婆卖我得到的钱捐到了妇女基金会，只求世界上再无危害妇女子宫的生意。女性的子宫就是女性的权利，从始至终应该掌握在自己手中。今天的时光书房之旅到这里就暂告一段落了。下一期我们会带着新的时光之书与你相遇，可能是关于老上海的弄堂故事，也可能是藏在经典名著里的岁月细节。记得常回来看看。时光书房永远在这里，陪你在文字里与时光温柔相拥。咱们下期见。